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现在我们这边最低温度已经将近零下40来度了，真的是数9之后一天比一天更冷了，连屋门都不想出，天天也是猫在家里边没啥事儿干，买了2块木板回来，花100块钱，寻思复刻一个上千的中古茶几出来，给它放在这个炕上，这样家里边来个亲啥的，吃饭呀放东西也比较方便。这2块木板，一块是用来做桌面的，另一块是1分为2给它做腿儿。切割完先给它简单打磨一下，然后按照刚刚画好的这个交叉点打6个孔出来，再用砂纸把这个木板打磨一遍，直到这个手感摸上去光滑为止。这几个洞也稍微给它打磨一下，然后用这个抹布把上边这一层木屑给它擦干净，这样后期上色的话也不会感觉有疙疙瘩瘩的颗粒感。开始刷第1遍木蜡油，用海绵给它均匀的涂抹上一层。等完全晾干之后，再给它涂抹上一层，这样的话感觉效果会更好一点。涂完的话，这次多给它晾一会儿，晾个几个小时，等彻底的干透了就可以拼接了。其中的一个腿我涂的是黑色，这样感觉会更独特一点，有一种低调奢华的质感。最后量好尺寸，然后用脚码把这个腿给它固定上。晃动晃动还是挺稳固的，给它搬炕上试一下，看一下效果吧，感觉还是挺实用的。这样花100复刻的一个上千的中古茶几就出来了，别人家当茶几，在我家的话用来当炕桌，是不是还是挺不错的？生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，是因为太冷了留不住人吗？为啥人口流失那么严重？这鸡窝有个几天不打扫都已经冻住了，现在天也冷，它喝水老费劲了，一会儿就结冰了，赶紧喊胖起来给它清理一下。这摩托放棚里边也比较碍事儿，先给它推个院里边。经常有朋友说这鸡放棚里边这味儿太大了，而且不通风，想想这味儿都刺鼻。其实的话，这个棚是密封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实，毕竟它也只是糊了一层塑料布，像零下30-40度的天气基本上是闻不到啥味儿的，而且换的也比较勤。现在是离过年越来越近了，家家也都开始准备年货忙活了。朋友家要烀肉，这一锅的话也盛不下，然后把我家的灶台先拉走，然后用个几天，顺便取快递回来。起慢点下雪了。现在村里人也都越来越少了，大家也都知道东北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，有半年之久。有一部分人呢，可能因为气候啊、经济啊等等原因去了南方发展，好多都走出去了，也是因为生活所迫，人口也是越来越老龄化，出生率也比较低。东北是地大物博，有吃有喝的，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。又到了东北农村烀大酱的时候了。都说东北大酱战万物，在东北没有大酱是万万不行的。它也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蘸料，也可以做出来很多个美食。做东北大酱呢，它是要看时间的，像烀酱块一般都是挑选的腊月初1或者是2月份，
今年我家是2月份糊的酱筷子，4月份下酱的时候都没打发，结果这大酱都没有吃上，所以决定这次是腊月初1下酱块，然后等到来年的4月18、28下大酱。这样的话隔的时间长点，发的也能好点。今年的话准备下25斤，然后把这黄豆给它多清洗个几遍，倒在这个大锅里，添满水，然后扣上锅盖就开始烧大火了。下午3点多，天都快要黑了，赶紧去后院大姨家挖点酱，不然一会儿的话该锁门了。我俩是第一次自己糊酱筷子，大姨还有点不太放心，然后跟着我俩过来看看，告诉我俩大概放多少的水，然后捂出来的色还好看。开锅前把这大酱给倒里边，以防扑锅的，这样也就不会往出溢了。这个大姨可以说在我们这边是做酱最好吃的了，她家每年都会下个200-300斤，自己家也吃不了多点，都是留个70来斤，其他的也都是送亲戚啊朋友，还会帮着周边的邻居下。泡到水不太多的时候，给它捂上一个被子保温，这样凉的也慢一点。开始停火，然后给它捂上个1宿，这样色儿也比较好看。第2天一早，大姨就赶紧过来给看了看，说这色儿还是挺好的呢，趁热就可以给它出锅搅了，不然凉了的话就不成形了。去年的话，我家是用酱揣子怼的是满头大汗，胖的手都已经怼肿了。然后今年的话，买了一个这种搅馅儿的，就会方便一点，主要是搅出来的馅儿也比较细腻。给它用盆子扣一下，扣个形出来，然后使劲摔一摔，摔结实一点，不然到时候影响口感。做酱块的话也是有讲究的，什么做单不做双，具体是啥原因我也不太清楚。然后这边都是做的单顺，没有做双顺的。大大小小是做了5个，给它搁一会儿，等稍微干巴一点的再包上一层报纸，就可以放起来，然后等到来年的4月份下大酱了。大家都吃过东北的大酱吗？有没有和你们那边大酱有啥区别呢？在中国的版图上，东北是一片独特而深邃的土地。这片黑土地曾孕育了中国工业的脊梁，也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。然而，今天提到东北，许多人想到的更多是人口流失、老工业基地衰退的困境。但若将视线拉长，穿越100年沧桑，你会发现，东北的故事远比想象中更丰富、更深刻，也更值得被铭记。时间拨回到20世纪上半叶，东北的经济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虽然那时的东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经历了屈辱的历史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片土地的工业化也因此提速。当时的满洲国被视为东方的工业奇迹，东北地区成为全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。长春，那个被改名为新京的城市，被规划成了亚洲最现代化的都市。宽阔的街道、先进的铁路、完善的城市管理，让这里成为了远东的经济中心。而遍布东北的煤矿、钢铁厂、纺织厂和重工业基地，则源源不断地输出资源与财富。东北铁路网的密集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日本本土，堪称亚洲的工业动脉。这一时期的东北，是无数人心中的淘金地。从关内赶来的移民，从俄国远道而来的商人，从日本本土迁徙的劳工，甚至朝鲜半岛的百姓，纷纷涌向这片土地，希望在这里找到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后来，这里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石。东北老工业基地上演了另一场辉煌的崛起，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台机床、第一辆汽车、第一架喷气式飞机、第一艘万吨轮船，一个个第一书写了属于东北的时代传奇。彼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梦想之地，年轻人背着行囊来到这里，走进国有企业、工厂和矿区，为东北的建设挥洒汗水。这里的城市繁华而热闹，厂区的烟囱高高耸立，轰鸣的机器声昼夜不息。
一碗热腾腾的大酱汤，一盘粗犷豪爽的铁锅炖，便是那一代东北人简单而幸福的日常写照。然而，历史的车轮不会停下。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南方沿海地区的崛起，曾经辉煌的东北逐渐失去了光环。大量工厂停产关闭，年轻人离开家乡，向南方寻找更广阔的天地。而这片土地似乎变得落寞了。空荡的村庄、闲置的厂房、老化的城市建筑，都像是历史留下的褪色照片。可即便如此，东北依然有一种独特的韧性，它从未真正被时代抛弃。一碗大酱留住东北的魂，这种韧性就像东北人自家酿的大酱，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发酵，味道愈加醇厚。东北大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，甚至更久。酿制大酱的过程是东北人对自然与时间的敬畏。精选的黄豆被煮熟，碾成豆泥，制成酱块后，在风中晾晒，任其自然发酵。每一块酱块上长出的霉菌，都是时间的礼物。等到它们被放进缸中，与盐水一起发酵数月甚至1年后，浓郁的大酱便诞生了。对于东北人来说，大酱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，它是他们的童年，是母亲的手艺，是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抹不去的乡愁。一碟简单的大酱蘸黄瓜，或者一碗热气腾腾的大酱汤，足以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泪湿眼眶。今天的东北正试图重新焕发光彩。工业可以衰退，但文化不会消失。一些年轻人正在返乡，重新耕耘这片黑土地。一些企业正在通过现代化手段，将传统的大酱推向更广阔的市场。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东北的文化与历史，重新审视这片土地的价值。东北的未来也许不仅仅是复兴工业，而是找到一种与传统共存的新方式。那些埋藏在黑土地深处的故事、味道和精神，依然是它最宝贵的财富。当我们谈论东北时，不仅要看到它的困境，更要记住它的辉煌和它的坚守。这片土地从未真正沉寂，它的每一片田野、每一座山岭、每一钢匠，仍然有无尽的故事在等待被讲述。而东北的未来，也必将在这些故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光芒。